经济的三重门，解开资产负债表衰退后的底层逻辑，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看完，对今后大家的投资消费都有不小的帮助。当然我这里讲的是以中国为例，中国经济呢近几年来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化，一会儿房价像打了鸡血一样，一会儿消费降级成了全民的话题，一会儿这个债务危机就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报表里面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什么大家的钱越来越不经花？这背后或许藏着一道神秘的三重门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深层逻辑。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深奥？别急，今天我们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帮大家解开这场经济大戏的剧情。第一重门呢，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压力山大。中国家庭呢，曾是全世界最会攒钱的群体之一。但近几年来呢，这种未雨绸缪的习惯呢，被房贷、车贷、教育贷等各种债务打破了。回顾一下过去的20年，房价呢涨得比工资快，买房呢就像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唐僧取经，虽然呢路上妖魔鬼怪不断，但只要坚持下来，最终能取得真经，就是房价翻倍。所以呢，大家心甘情愿地背上了30年的房贷。毕竟房子是财富的象征，也是家庭资产增值的主力军。然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房价呢不再躺赢，甚至呢在某些城市出现了暴跌的情况。那么这一下问题来了，房贷呢还得继续还，工资呢却不见涨，房价呢不涨反跌，卖房子呢变成了割肉，存款呢越来越少，消费意愿呢大幅度下降。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，大家开始去杠杆，减少消费，优先还债，从而让市场需求呢一蹶不振。经济学家呢称之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第一重门。家庭部门的资产缩水，负债不变，消费降级成为了必然。举个例子吧，以前周末大家会去商场随便逛一逛，现在呢购物车里多了一样东西，就是理性消费指南。奶茶呢从大杯换成了中杯，手机呢从 iPhone 15换成了各种廉价手机，旅游呢从出国改成了本地一日游。经济呢就这样的在节衣缩食中降温了。第二层门呢就是企业的等风来模式。如果说家庭的消费降级是经济放缓的第一道门槛，那么企业的不敢投资就是第二道。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呢，企业投资就像跑马拉松一样，一路加速冲刺，生怕就被对手落下。然而当市场预期不再那么乐观时，企业老板们的心态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再等等，看看政策风向标怎么吹的，市场需求疲软，现在投资会不会打水漂？先苟住，现金流才是王道。于是呢，工厂停工，项目缩水，招聘冻结，投资放缓，大家都不愿意再冒险，这使得市场上的钱流动速度变慢，进一步的加剧了经济的冷冻效应。这种现象呢，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，企业投资减少，收入增长停滞，员工工长呢增长乏力，消费意愿呢下降，需求呢又不足，企业呢更加不敢投资，最终呢形成了经济学上的流动性陷阱。举个例子吧，你是一个开奶茶店的老板，以前生意火爆，你计划开5家分店，但现在你观察到顾客开始点中杯，少加料，甚至自己带了吸管来省钱，那么你还会继续扩张吗？当然不会，你甚至会考虑缩小这个门店的规模，或者是裁掉门店的员工。第三重门呢，政府债务的难题。如果说家庭和企业的负债表问题呢，可以通过节约、降本、优化来应对，那么政府部门的债务就像一座大山一样。过去多年呢，地方政府通过基建带动经济增长，修高铁、修机场、建新城，一派欣欣向荣。然而问题是钱从哪里来？答案是举债。当经济高速增长时，举债投资是一个好办法。毕竟 GDP 年年攀升，财政的收入水涨船高，债务问题呢并不明显。但是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，房地产市场低迷，土地财政的缩水后，地方政府呢发现原来钱生钱的模式不灵了，反而债务压力越来越大。更麻烦的是，政府债务不像企业债务那么容易解决，毕竟政府不能随便裁员，也不能轻易的破产，于是出现了财政缩水，城市建设放缓，这个基建投资减少，各种的财政补贴和公共支出呢削减，地方政府呢勒紧裤腰带，但债务仍然像滚雪球般的增长，直接影响了就业、消费和市场信心。
形成了第三重门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收缩，导致经济刺激空间的受限。站在历史的长河边我们看到的不是资产负债表上冰冷的数字，而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在现代化进程过程中的华丽转身。当减肥成为必修课，我们正在经历的可能不是衰退，而是一次有必要的身材管理。就像北京胡同里面的大爷们常说的一句话，年轻时攒下的膘该甩就得甩，这叫通透。或许数年后回望呢，这次刮骨疗伤的岁月呢，正是中国经济练出8块腹肌的关键塑形期。那么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，麻烦点个订阅吧，我们下期视频更精彩，拜拜。